说起中国历史上最强悍的王朝，不是横扫六合的大秦，也不是万邦来和的盛唐，更不是温文尔雅的两宋，而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大汉帝国。它的开创者只是一个出身草根的泗水亭长，却建立了一个延续405年、历经29位帝王的伟大时代。在这个王朝里，有最豪迈的皇帝，有最深情的君王，有喋血的宫廷争斗，也有烽烟四起的末世沧桑。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和强大帝国，两汉极盛时东并朝鲜，南抱越南，西域葱岭，北达蒙古。它也是一个充满自信、能人辈出的时代。少年战神霍去病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名将陈汤写出了“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奏章。更有仅凭一人一剑一马，凭借智慧和胆识行走于大漠黄沙之间，微服西域36国的国之大侠傅介子。他孤身入楼兰，斩杀楼兰王，并且霸气地说：“汉兵方至，勿敢动，动灭国矣。”就是说，不要动，动就灭了你国家。这样的自信，除了汉朝，还有哪个朝代能够如此的霸气飞扬？可以说，继大秦帝国之后，汉朝真正做到了一扫少数民族的威胁，从完整意义上统一了华夏民族，同时也成了后世2000多年的文化主流。直到如今，我们所说的汉语、所写的汉字、所穿的汉服，都源于汉朝的深远影响。由于汉朝在中间插进来一个王莽篡汉的短暂时期，所以呢，它又被分为定都长安的西汉和定都洛阳的东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用10多分钟的时间来为大家讲讲西汉。公元前210年，千古一帝秦始皇病死于邢台沙丘。当时正有一批徭役之人从江苏徐州被押往骊山，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到达，由于一部分人在途中四散逃走，另一部分人决定追随押送的小吏落草芒砀山，准备另谋出路。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得益于这次反抗，不久后他们竟成为了另一个时代大汉王朝的开创者。而这位押送的小吏名字就叫做刘邦。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掀起了反秦的大旗。一时之间，天下云集响应，刚刚建立12年的大秦帝国风雨飘摇。见此情景，躲在山中的刘邦索性也不做山贼了，他杀出芒砀山，就此加入了反抗大秦的洪流之中。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先杀入咸阳，本以为自己可以入驻关中，谁曾想却被楚霸王项羽封到了偏远的巴蜀汉中之地，做了汉王。老男人刘邦并不甘心，仅仅几个月后，他派大将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很快就重新入驻了咸阳。在之后的岁月里，刘邦和项羽楚汉相争，屡败屡战，终于在公元前202年，垓下一战，刘邦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并在同年的2月28日，他在山东定陶的泗水之阳举行了登基大典，就此开启了国祚延续405年的大汉帝国。然而此时已然站在人生之巅的刘邦，并没有闲下来享受皇帝之福，他四处平叛。仅仅7年之后，即公元前195年的6月1日，刘邦带着无限的荣耀驾崩于长乐宫中，享年61岁。刘邦虽然走了，但他所创立的大汉王朝却刚刚拉开序幕。之后太子刘盈继位，就是汉朝第2任皇帝汉惠帝。汉惠帝刘盈生性柔弱，朝政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母后吕雉的手中。公元前188年，在位近7年的汉惠帝刘盈病逝，时年23岁。此后，皇太后吕雉先后扶植刘盈的儿子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为傀儡皇帝，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临朝称制。公元前180年8月18日，吕雉去世，陪葬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吕雉死后，远在山西太原的代王刘恒被迎入长安，立为了皇帝，就是汉文帝。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奉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他在任期间赋税极低，即30税1，甚至在继位的第13年还彻底免除了赋税。
在刘恒的治理下，大汉王朝开始由凋敝走向富强。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去世，传位于嫡长子刘启，就是汉景帝。汉景帝继续遵循他爹汉文帝休生养息的政策，使得国家财富猛增。当时钱库里串钱的绳子都要烂掉了，可以说是富得流油。所以历史上就把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在位期间取得的政绩称为文景之治。可以说，从刘邦到文景之治，大汉基本的策略就是休生养息、人畜无害、绿色环保。但谁知道刚有点钱就跳出来个富三代，谁呀？就是千古一帝汉武帝刘彻。话说当年西汉刚刚建立的时候，北边草原上的匈奴常常南下侵扰，而当时西汉刚刚经历了楚汉相争，国家疲惫不堪，根本就打不过彪悍的匈奴，所以就一直采用屈辱的和亲政策。公元前141年，匈奴的君臣单于竟然趁汉景帝病重之际起兵寇边，还发生了让大汉王朝视为凌辱之恨的火烧甘泉宫事件。那这让汉景帝的儿子刘彻恨之入骨，发誓必报此奇耻大辱。同年，汉景帝刘启去世，16岁的刘彻登基，就是汉武帝。此时的大汉帝国已经今非昔比，在经历了文景之治后，大汉帝国的国力猛增，而此时刚刚登基的汉武帝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而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凿空西域的壮举。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摸清匈奴的情况，同时与西域各国建立起打击匈奴的联盟。未曾想张骞这一去，竟然打通了东西方联系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同西方1000年以来的沟通和交流。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分2路出击匈奴，出塞1000余里，斩首万余人，匈奴单于仓皇北逃。尤其是一代战神霍去病，他以弱冠之年封狼居胥，兵锋直逼瀚海，匈奴从此远遁，一蹶不振。他们收起帐篷，唱起了哀痛的挽歌：失我胭脂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此外，汉武帝不止北击匈奴，他还南吞百越，西征大渊，东并朝鲜，以至于汉武帝时期的大汉疆域东抵日本，北遇阴山，西至中亚，南到越南，比秦始皇时期扩大了1倍。他的一生不仅有金屋藏娇的情话，罢黜百家的大一统，更有剑指匈奴的霸气，也有晚年落寞的孤独。他的一生历来都有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2种不同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他给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一个民族挺立千秋的自信。这就是汉武大帝，名副其实的千古帝王。然而，由于汉武帝常年对外用兵，大汉帝国的家底儿也快被他掏光了。可他就是这么有福气，登基之前有爷爷爸爸给他攒钱儿，死了之后有儿孙辈儿给他还债。这儿孙辈儿就是大汉王朝的第2个黄金搭档汉昭帝和汉宣帝，史称昭宣中兴。公元前87年的3月27日，汉武帝立8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太子，命霍去病的弟弟霍光辅政，同时为了防止主少母壮、吕后乱政的事情重蹈覆辙，临死之前，他还残忍地杀掉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2天后，汉武帝去世，年仅8岁的刘弗陵丧父失母，孤独地走上了西汉帝国的权力之巅，就是汉昭帝。刘弗陵年轻聪慧，他和霍光2个君臣合作，将大汉治理得井井有条。可是这位少年天子没当几年皇帝，连儿子都没来得及生，年仅21岁就匆匆离世。汉昭帝死后，由于没有子嗣，霍光就选了胸无大志的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就是汉废帝。然而刘贺果真没有让霍光失望，在登基的27天时间里，据说就干了1127件坏事儿。那这让霍光大为恼火，在让刘贺过了一把皇帝瘾后，又火速的让他光荣下岗。当然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刘贺登基之后迅速开始和霍光争夺权力，那这是权臣霍光所不能容许的。刘贺被废了以后，西汉帝国的皇位再次空悬。这个时候，一个来自民间的没落皇族走上了大汉的朝堂，他就是汉武帝的曾孙立太子刘据的孙子，始皇孙刘进的儿子刘病已。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发生了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被逼自杀。受巫蛊之祸的牵连，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刚一出生就被关进了监狱。此后，他虽然被赦免出狱，但一直流落民间，过着落魄的生活。而随着汉废帝刘贺的被废，让刘病已那落魄的生活呢，发出了锦绣的光芒。公元前74年，在霍光的扶持下，流落民间的刘病已登上了大汉帝国的朝堂，就是汉宣帝。一步登天的汉宣帝并未因走上高位而放纵自己，他冷静地观察朝中局势，发现朝中大事都是霍光说了算，因此他选择了默默隐忍。公元前68年，汉宣帝刘病已终于熬死了霍光。霍光死后2年，霍家被灭族，从此呢，权力牢牢掌握在了24岁的汉宣帝手中。这个来自民间的皇帝对内关心百姓，甚至为了不使百姓在避讳上有诸多麻烦，他将自己的名字由刘病已改为刘询。他王道霸道，儒家法家并用，整顿吏治，发展民生。历史上呢，就把汉昭帝刘弗陵和汉宣帝刘询统治的这38年称为昭宣中兴。昭宣中兴使汉武帝时期被破坏的经济得到了恢复，成为西汉历史上又一个强盛的时刻。汉宣帝的治世之功足以和他的祖爷爷汉武帝刘彻相媲美，只是他比他的祖爷爷更深情、更人性、更温暖。公元前49年12月的一天，刘询病逝于未央宫，葬于杜陵。此时，西汉历经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武大帝的锐意进取，昭宣中兴的继往开来。在汉宣帝时，国运已然达到了巅峰。然而，任何事物都逃不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自汉宣帝之后，西汉的气数开始走入了下坡路。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刘氏在位16年就去世了。他在位期间，由于耳根子软，缺乏主见，导致以皇后王政君为首的外戚势力迅速崛起。汉元帝刘氏在去世之后，太子刘骜登基，就是好色的汉成帝。汉成帝继位后，朝政由他的母亲王政君和他的七舅姥爷八大姑爷把持，甚至他的5个舅舅创下了一天封5侯的记录。这朝政由外戚把持，汉成帝基本没活干了，只好纵情声色。公元前7年，汉成帝刘骜酒色沁骨，死在了温柔乡赵合德的怀中。由于汉成帝刘骜没有儿子，所以他的侄子刘歆登上了帝位，就是汉哀帝。继位后的汉哀帝面对外戚专权，很想励精图治一番，可惜呢，感情败给了理智。一位叫董贤的美男子出现在汉哀帝的生命中，两人感情迅速升温，连上厕所都要手拉着手一起去。他们白天同行，夜里同眠。有一天早晨，汉哀帝醒来要去早朝，那看见自己衣袖呢被董贤压住了，为了不惊醒董贤，汉哀帝用刀裁断衣袖，轻轻地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啊。那这就是典故断袖的由来。为了董贤，哀帝可谓是掏心掏肺，什么都愿意给。他不仅给董贤封侯，还让他做大司马，掌管国家机要位置。可这个董贤就是个花瓶，中看不中用。公元前1年，也就是汉哀帝在位的6年后，他匆匆谢幕，时年25岁。汉哀帝死后，老太太王政君又冒出来了。这时啊，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资历老，势力大，说了算。太皇太后王政君安排董贤为汉哀帝治丧，结果董贤屁都不懂，只知道一个劲儿的磕头如捣蒜。于是王政君只好把自己的侄子王莽叫来，代替董贤。自此，王莽担任大司马，正式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王莽迎立年仅9岁的刘基子为傀儡皇帝，就是汉平帝。公元6年，
汉平帝病死，王莽又立了一个叫孺子婴的傀儡做皇帝。后来啊，王莽索性把孺子婴也一脚给踹了，干脆自己上台做了皇帝。自此，轰轰烈烈的西汉王朝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然而，大汉的传奇还在延续。在王莽篡汉的15年后，汉高祖刘邦的后代一个位面之子即将登场，他即将续写大汉的传奇。让我们下集再为大家讲讲东汉的历史。